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东京的夜晚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寒意，偶尔能听到街头车流的声音和远处传来的风铃声。与这座城市的喧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京医科大学医院的寂静。医院的外墙被时间侵蚀，窗户的玻璃泛着老旧的光泽。虽然这座医院在东京是知名的医学圣地，但它的历史悠久，许多病房里似乎隐约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小林俊一，一个年轻的上班族，在一次突发的胃病住进了这座医院。他本以为这次住院只是短暂的身体不适，却没想到自己将在这里度过一个令他终生难忘的夜晚。他被分配到医院的 A 栋病房，这座病房楼是医院最老的一栋，墙壁上斑驳的痕迹显得格外陈旧。尽管白天的病房充满了医护人员的忙碌与患者的讨论，但到了夜晚，病房却弥漫着一种让人无法言喻的压抑感。小林俊一坐在病床上，透过窗外看去，天空被云层压得沉重，像是一幅沉默的画。病房内的灯光微弱，病床旁的窗帘在风的轻拂下轻轻摆动，似乎有无形的力量在指引着什么。这天是他住院的第3天，医生告诉他，手术后的恢复进展良好，预计几天后就能出院。但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病房的氛围有些异常。白天阳光充足的病房，晚上却突然显得格外昏暗，空气也变得异常沉闷。病房的门轻轻关上，外面的走廊一片寂静，仿佛整个医院在一瞬间都进入了沉默的状态。小林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他试着坐直了身体，拨弄着床头的遥控器，想要打发时间。然而他突然感觉到病房里一阵晕冷的寒气涌上心头，身体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。起初他以为是空调开得太低，但当他看向空调时，却发现它早已关闭。可能只是身体虚弱吧，小林想，心里试图安慰自己。然而随着夜晚的深沉，病房内的异象越发让他无法忽视。突然间，他听到了从病房门外传来的脚步声，那声音很轻，像是拖着沉重的步伐，一步一步地靠近。但奇怪的是，病房外空无一人。小林的心跳突然加快，他握紧了床单，目光紧张地盯着那扇门，可能是走廊的护士。他试图安慰自己，但脚步声却依然清晰可闻，越来越近，仿佛有某种无法逃避的预感笼罩着他。就在这时，病房门被轻轻推开了，小林心脏一跳，急忙转头看去，眼前却什么也没有。他的视线迅速扫过整个病房，却没有任何人影。然而当他再次将目光转向门口时，却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站在那里，一个身穿白色病服的女性，面无表情，长发披散，遮住了她的面容。她没有动，也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站在门口，像是等待着什么。小林的心脏猛地一沉，他几乎无法动弹。那位女性的身影似乎与病房的阴影融为一体，模糊不清，却又近在咫尺。随着他的目光逐渐聚焦，他发现那女性身上穿的并不是普通的病服，而是一种极为古老的款式，显得格外不合时宜。她是谁？小林在脑海中急切地思索，心里一阵不安。他试图开口问她，但喉咙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紧紧攥住，发不出声音。就在这时，那位女性幽灵微微低下了头，似乎在寻找什么，或者说似乎在等待某个回答。突然，房间的灯光开始闪烁，先是微弱的闪烁，接着变得越来越明显，仿佛在暗示某种即将到来的危机。小林感觉到一股从未有过的寒气从脚底升起，沿着脊背迅速蔓延开来，仿佛每一寸皮肤都被一种冷冽的力量穿透。他的眼睛开始模糊，那名幽灵的身影逐渐变得更加清晰，像是电影里的幽灵，面容渐渐显现出来。他的脸是苍白的，眼睛空洞，似乎没有一丝生气。小林猛地想要跳下床，挣脱这个无法言说的恐惧，但他的双腿像是灌了铅一样沉重，他无法动弹。眼前的幽灵越来越近，那种压迫感越来越强烈，仿佛整个病房的空气都在收缩。终于，他发现那幽灵的眼睛在凝视着自己，似乎透过他的身体看到了什么。
那双空洞的眼睛仿佛在诉说着一些未尽的心愿。他在等什么？小林的心跳得越来越快，他的呼吸也变得急促。就在此时，那位女性幽灵突然开口，声音低沉而沙哑：我等了很久。随着他的话语，小林感觉到一阵强烈的寒风从病房四周涌入，几乎要将他吞噬，而那女性的身影也在风中渐渐模糊，最终消失在了病房的角落。小林呆呆地坐在床上，呼吸急促，额头渗出了冷汗，他的心中充满了困惑和恐惧。这一切究竟是幻觉还是现实？那一夜，经过那次诡异的遭遇，小林倔异的内心再也没有恢复过平静。尽管他强迫自己相信一切都是由疲劳和病痛所引发的幻觉，但内心的恐惧和不安却不断蔓延。第二天早晨，他如常被护士叫醒，虽然身体感觉疲惫不堪，仍旧强打精神准备接受医生的例行检查。整个上午，病房里的气氛显得格外平静，护士们来来往往，医生也偶尔驻足询问病情。然而小林的心绪却无法平静，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他不时在脑海里重复这个问题，仿佛那扇门后站着的女人还未完全消失，仿佛她的目光依然注视着他。到了午后，气温骤降，窗外飘来一阵阴冷的风，小林不禁拉紧了床单，他感到一股莫名的压迫感，仿佛空气中有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正在凝聚。医院的老旧建筑让一切显得更加沉默而神秘，走廊里几乎没人，只有偶尔几声远处传来的脚步声打破寂静。下午的时候，病房里来了一个新病人，佐藤真纪。他看上去大约30岁，脸上带着一种病态的苍白，眼神有些空洞，似乎处于一种沉默的状态。他的病历很简单，只是因为胃病住院。但让小林不安的是，他看起来与众不同，仿佛与这座医院的其他病人格格不入。护士把他安置在小林的床位旁，真纪坐下后，轻轻地将自己的包放在床头，低下头，双手紧握，似乎并不打算和任何人交谈。小林曾试图和他搭话，但他始终只是低着头，脸上的表情既疲倦又冷漠，仿佛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他不禁觉得有些奇怪，想要说点什么，却又觉得自己好像不该打扰他。时间慢慢流逝，午后的阳光通过病房窗户洒进来，但病房内依然弥漫着一种无法言喻的沉寂。然而那天晚上，医院的气氛发生了转变。小林的病情稳定，已经可以走动一段距离，但他依然感到自己无法从昨天晚上的阴影中走出来。深夜，病房里安静的出奇。小林躺在床上，透过病房门缝，隐约可以看到走廊尽头的灯光微弱的闪烁。突然，他听到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正如昨天晚上一样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小林迅速从床上坐起，心脏剧烈跳动，心中某种不安的情绪开始蔓延。他不敢再去看那个门口，只是紧紧盯着床头的窗帘，双手发凉。脚步声停了，小林的脑海中充满了疑问，无法理解这一切到底是幻觉，还是有什么无法解释的事情在发生。就在他将视线从窗帘移开的一刹那，门口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：你看不见我。小林猛地一震，那声音很熟悉，像是昨天在他病房门外的幽灵声音。那位穿白色病服的女性幽灵又来了。他心中泛起一阵寒意，急忙从床上跳下来，扑向门口。但就在这时，门外的走廊却空无一人。小林站在门口，四周静悄悄的，连空气都似乎凝固了。他的心跳剧烈，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我看见了你。真纪小林低声喃喃道。当他回到病床时，他的目光停留在床边的一个小包上，那是佐藤真纪的包。之前他看到过他把它放在床头，但现在包的位置却变了，它不再是平放着，而是像是被人翻动过，放得凌乱无比。小林心中一阵不安，他慢慢走过去，蹲下身子，打开了包。包里除了几件衣物外，居然有一份病历单，而上面赫然写着佐藤真纪的名字。不同的是，这份病历单的日期显示为1999年12月24日，距离今天已经有接近20年的时间。他怎么可能会是这么久之前的病人？小林心头一紧，
脑海中一片混乱，他不敢再看那份病历，急忙将其重新放回包中。就在这时，背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低沉而沙哑，我从未离开过这座医院。小林猛地转身，却什么也没有看见。他的双腿一阵发软，几乎瘫倒在床边，所有的恐惧和疑问在这一瞬间爆发，仿佛所有的现实都开始崩塌。他再次回到病房的窗边，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外面依旧是那个阴沉的夜晚，云层压得很低，月光被遮挡得无法穿透。走廊的尽头似乎有微弱的光点在闪烁，像是幽灵的眼睛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。忽然他感到身后有一股冰冷的气流扑面而来，他回头一看，病房的门竟然没有关紧，而是微微开着。那扇门的缝隙中透过一丝昏黄的灯光，正是那位神秘的女性幽灵，站在门口，面无表情，眼神空洞。你在等什么？小林紧张地问道，声音有些颤抖。幽灵缓缓开口，眼神依旧没有任何感情。我等了很久，直到你发现我。小林的心跳加速，背后渗出了冷汗。他终于明白，这一切不只是幻觉，而是一场与过去的幽灵纠缠的噩梦。佐藤真纪，那个一直沉默的病人，正是幽灵的化身，而他的未了心愿正在小林身上展开。夜晚，东京医科大学医院的 A 栋病房再次陷入死寂，深沉的夜色笼罩着医院，走廊两侧的灯光微弱，偶尔几声脚步回荡在空荡荡的走廊里。医院的沉寂似乎在迎接某种不可言喻的变化，而这一切恰好落在了小林俊逸身上。尽管他已经经历了与幽灵佐藤真纪的第一次接触，但内心的恐惧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退。每晚入睡时，他都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，仿佛有某种存在时刻在观察他。特别是病房里那扇微微开启的门，总是让他不由自主的紧张。这天晚上，小林在病床上辗转反侧，彻底失去了睡意。眼前的病房安静的让他感到压抑，心跳也变得急促。他的视线不自觉地扫向了窗外的黑暗，沉思着那晚与幽灵的接触是否仅仅是一场幻觉。然而他的内心深处却明白这一切远非如此简单。突然，一阵低语声传入了他的耳朵，声音先是很轻微，几乎让人察觉不到，它像风一样在病房的角落悄悄弥漫开来。小林本能地捂住耳朵，但低语声却没有停歇，反而越来越清晰，逐渐从耳边传到他的脑海中。我等很久了。那声音沙哑而空洞，充满了哀伤与绝望。他猛然睁开眼，心中掀起了恐慌。那声音清晰地回响在病房里，却没有任何人影。他的视线急速扫过四周，床头、床边、窗帘，一切都在黑暗中无声地漂浮着。是谁？小林几乎是低声问道，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。他心中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，那声音不会是佐藤真纪的吧？就在这时，低语声再次响起，这次变得更加清晰，更加近了。小林，我一直在你身边，你逃不掉。低语声在他的耳边萦绕，仿佛无形的手指在轻轻触摸着他的皮肤。小林的心脏几乎跳出胸口，他猛地坐起来，双手紧紧抓住床单，眼神四处寻找。病房内依旧空无一人，四周的空气变得异常冰冷，仿佛整个空间都被一种压迫感充满。小林用力呼吸，几乎要将空气吸进肺中，但却感觉窒息般的沉重。他记得昨天佐藤真纪的话，我等了很久。他在病房里等了很久，究竟是在等什么？他究竟在追寻什么？这种不安和恐惧的情绪席卷而来，让他脑袋一片混乱。小林紧张地回忆着之前发生的一切，心里越来越不安。突然，他看向病房门口，那里又有了一个模糊的身影，慢慢地从阴影中显现。那是佐藤真纪，穿着病服，面容依旧苍白，眼神空洞。他站在那里，微微低头，似乎在等待什么。他并没有开口，但他的眼睛却锁定了小林的视线，仿佛能够透过他的身体看穿他的灵魂。你来做什么？小林几乎是本能地问道，声音几乎是颤抖着从喉咙里挤出来。佐藤真纪没有回答，只是慢慢地朝着他走来。他的步伐缓慢而沉重，
带着某种无法言喻的力量，仿佛每一步都在压迫着小林的心灵。小林，你的命运已经与我交织在一起。他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低沉沙哑，仿佛是从深渊里传来。那一刻，小林突然意识到，自己不只是目睹了一个幽灵，而是被卷入了某种更为复杂深沉的力量漩涡中。佐藤真纪的幽灵不是孤立的，他的死亡，他未曾完成的心愿，似乎正在通过他开始得到回应。我小林喃喃自语，我能做什么？我该怎么做？他大声问道，眼中充满了无助与恐惧。佐藤真纪突然停下了脚步，缓缓抬起头，眼神直视着小林。你无法逃脱，我一直都在你身边，你必须选择做我的替代。那一刻，小林突然感觉到一股冰冷的气流从背后传来，浑身僵硬，病房的空气仿佛被冻结，他的每一寸肌肤都感受到了这种无形的压迫。他的目光被那双幽深的眼睛吸引，仿佛陷入了一片黑暗的深渊，无法自拔。替代。小林的声音沙哑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佐藤真纪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微微侧头，低下了眼睛。病房的灯光开始闪烁，光线变得扭曲，空气中的温度骤降，仿佛整个空间开始融化坍塌。小林愣住了，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个无法理解的境地。这个幽灵不是在索取什么，而是在寻找替代品，为了完成他未完成的使命，或者说是为了将他的痛苦继续传递下去。就在他感到一阵晕眩时，病房的门再次被推开，一个护士走了进来，看到小林的表情有些异常，关切地问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感觉不适？小林看了看护士，摇了摇头，强挤出一个笑容。护士似乎并没有注意到病房中那些异样的气息，只是简单地调整了床上的设备，轻声说道，请多休息，你需要保持冷静。当护士离开后，病房重新恢复了平静。然而小林的内心却变得更加复杂与沉重。他知道，今晚他并没有从幽灵的阴影中走出。佐藤真纪的低语仿佛还在耳边回响，带着未解的谜团和无法摆脱的命运。这时他突然感到一阵眩晕，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，似乎被某种力量推着走向另一个未知的深渊。门外的走廊依旧寂静，而他却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一场更大的噩梦之中。午夜，东京医科大学医院 A 栋的病房依旧沉寂，夜色笼罩着这座医院，空气中弥漫着压抑的气息，窗外的风轻轻摇曳着病房的窗帘，透过玻璃传来偶尔的街头喧嚣声。然而这些外界的声音对小林俊一来说已经变得遥远而模糊。此刻的他早已无法从过去几天的恐惧和困惑中自拔。夜晚的低语依然在他的耳畔回荡，佐藤真纪的幽灵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幻觉，他的存在已经深深地植入了他的生活，甚至逐渐占据了他内心的每一寸空间。每个夜晚，当黑暗降临时，小林总能感觉到他的目光，仿佛在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。他并没有离开，而是以某种隐形的方式依附在这座医院，这间病房，甚至在小林的身体与灵魂上。今天晚上，小林再次躺在病床上，头痛欲裂，整个人完全没有力气。他已经有些麻木了，脑海中的思绪混乱，似乎再也无法分辨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幻觉。就在他闭上眼睛试图入睡的时候，他听见了那个声音再次从病房的角落传来，小林，你已经不能回头了。他猛地睁开眼，脸上满是惊恐。那个声音依旧是那么的低沉沙哑，充满了死亡的气息。房间里的温度骤然下降，仿佛有某种冷冽的力量笼罩着他，紧紧地包围着他。佐藤真纪的身影再次出现在病房门口，依旧是那副苍白的面容，空洞的眼神。他的身影渐渐逼近，步伐沉重，每一步仿佛踩在小林的心脏上，使得他每一次呼吸都变得困难。小林，你终于明白了吧？佐藤真纪的声音没有情感，仿佛只是机械地重复着某个命令。你无法逃避，我一直都在，你的命运早已与我交织。小林的胸口剧烈地跳动，汗水如雨般渗出，他想要逃跑，
但他的身体就像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束缚住了，动弹不得。那双空洞的眼睛注视着他，仿佛穿透了他的灵魂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异的氛围，像是将他与外界隔绝的屏障，令他无法逃脱。你想知道真相吗？佐藤真纪突然问道，眼神中带着一丝奇异的光。我会告诉你一切，关于我的过去，关于这座医院的禁忌。小林只感觉到一阵眩晕，他的头几乎要炸裂，但他还是点了点头。尽管他心中满是恐惧，我想知道。佐藤真纪没有再说话，而是转身朝病房的角落走去，他的身影仿佛渐渐消散在阴影中。病房里的灯光闪烁不定，越来越昏暗。小林紧张地盯着他，心里充满了恐惧和疑问。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佐藤真纪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，冷静而无情。你想知道真相，就必须承担后果。他的身影完全消失后，病房里一片死寂。小林喘着气，额头上的冷汗不断滑落。突然，病房的墙壁仿佛发生了什么异动，轻微的震动让他不禁回头。墙上开始出现裂纹，一些奇怪的符号逐渐浮现出来，闪烁着诡异的红光。他心跳急促，盯着这些符号，突然意识到自己曾经在哪里见过它们。那是古老的咒语符号，是一种禁忌的符号，象征着死亡和复仇。小林，听我说。佐藤真纪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这一次声音变得更加清晰。他站在病房的角落里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这些符号并非偶然出现在这里，这座医院曾经埋藏了无数的秘密。你是我的替代，你要成为那个替代品，为了完成我的使命。小林的心中涌起一阵寒意，他终于明白了，自己被卷入了一个远比他想象中的更加恐怖的阴谋。佐藤真纪并非普通的幽灵，他是这座医院中一段长久被隐藏的恐怖历史的一部分。这座医院的 A 栋曾经是用来进行人体实验的地方，无数的病人在这里被进行残忍的实验，很多人死于非命，而这些死去的灵魂似乎早已与医院的墙壁、地板、走廊融为一体，成为了一部分无法抹去的历史。佐藤真纪的死并非偶然，而是这座医院一系列禁忌实验的产物之一。他的死背后藏着一个无法言说的秘密。他曾是医院的一名护士，在一次事故中被作为实验的对象，被活生生的剖开，肢体和器官被肆意操控，而他的灵魂在死亡后仍未得到解脱，徘徊在医院中，寻找替代者，寻找一个替他完成使命的人。小林，你必须做出选择。佐藤真纪冷冷地说道，你愿意成为我的替代者，继续这段无尽的痛苦和复仇，还是？他微微停顿了一下，露出一丝冷笑，还是你会成为下一个被操控的灵魂？小林的眼前一片模糊，他的呼吸急促，心脏像是要跳出来。那个声音，那个幽灵，早已成为他无法摆脱的噩梦。他试图挣扎，试图反抗，但他的身体像是被钉在床上，无法动弹。突然，病房门再次被推开，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，俊一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小林猛地转头，看到一名穿着病服的护士走了进来。她并不像其他护士那样冷静，脸上带着一种紧张和恐惧，眼神里闪烁着某种预感。她看向小林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你不能再留在这里了，这座医院已经不再是医院了。小林愣住了，完全不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。他想要说话，但嗓子干涩，声音沙哑。你是谁？护士轻轻闭上眼睛，似乎在决定要说什么。我是这座医院的另一位见证者，和你一样，陷入了这场诅咒。我曾试图逃离，但无论怎么做，这个地方总是将我们拉回来。他深深地看了小林一眼，你必须做出选择，俊一，继续走下去，还是放弃这一切。就在他说话的瞬间，病房的灯光突然熄灭，房间再次陷入黑暗。小林无法再看清任何东西，耳边的低语声又开始响起，越来越密集，仿佛整个病房都在吞噬他。他猛地张开双眼，突然明白自己已经深陷一个无法逃脱的陷阱中。病房的灯光再次闪烁，闪烁得越来越频繁，仿佛医院的电力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
空气中的温度越来越低，犹如死亡的冰冷之风穿过每一寸空间，拂过小林俊一的脸庞，四周弥漫着一种无形的压迫感，像是有无数只幽灵的手指紧紧抓住了他的每一根神经。小林睁大了眼睛，盯着那个突然出现在病房里的护士，他的面容苍白，眼中满是紧张与恐惧。他是这里的工作人员，但他的眼神却充满了某种警告和深深的无奈。你必须离开。他的声音低沉而急切。这座医院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医院，它是一个被诅咒的地方。他抬起手指着病房的角落，继续道：你看见了吗？那些符号，那些诡异的标记，它们代表的是一个古老的契约，一个由血与死亡铸成的契约。小林的心跳愈发急促，他感到脑袋一阵眩晕，整个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无法逃脱的梦境中。护士的话让他感到愈加困惑和恐惧，但他意识到眼前这一切似乎都指向一个无法摆脱的真相。这座医院曾经发生过一场可怕的禁忌仪式，而他正是这场仪式的最新牺牲品。这个医院从未真正关停过，护士低声说，声音里充满了无助。它依旧是一个研究与实验的场所，只是现在没有人敢再提起那些历史了。而你，俊一，你被选中了。小林猛地坐起身来，感到一股强烈的恐惧袭来。他想要问什么，但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无法发出声音。脑海中的杂乱思绪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他的眼前是那扇半开着的病房门，外面是漆黑一片，走廊里没有任何声响。突然，房间的温度骤然下降，令人窒息的寒冷再次包围了他。他感到一阵不适，整个人像是被冰冷的空气冻结了，甚至呼吸也变得困难。他转过头，看到佐藤真纪的身影又出现在了病房门口，依旧是那副苍白的面容，眼神依旧空洞而无情。你已经走到这一步。他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依然那么冷酷。你已经没有退路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你了吧？你是我的替代者，只有你才能完成我未完成的使命。佐藤真纪的声音越来越低，越来越冰冷。他缓缓走进病房，脚步声在沉寂中格外响亮。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眼神空洞，仿佛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生气。小林的心脏猛烈地跳动，脑袋里一片混乱，但他知道他再也不能逃避了。小林，你必须做出选择。佐藤真纪继续道，你是唯一的替代者，你可以代替我继续留在这所医院，完成我未完成的使命，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放弃，但后果将是更加可怕的。选择。小林几乎是喃喃自语，你说的是什么选择？你可以选择代替我，继承这份无法逃避的命运，继续在这座医院中沉沦，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放弃，但你会彻底消失，成为这座医院永远无法解脱的幽灵。佐藤真纪的眼神变得更加空洞，无论如何，你都逃不掉。小林的胸口剧烈起伏，脑中涌现出一丝疯狂的想法。他终于明白，这一切并非偶然，他早已被这座医院的禁忌命运所锁定，成了一个无论选择什么都无法逃脱的牺牲品。而这个选择，所谓的替代与放弃，无论哪个，都会让他永远陷入死亡的循环中。小林，你明白吗？佐藤真纪的声音依旧平淡而冷静，仿佛这不过是一场无关痛痒的对话。无论你选择什么，结局都不会改变，你会成为像我一样的存在，永远在这座医院里徘徊。你能感受到吗？这些墙壁，这些走廊，这些无数的灵魂，都在呼唤着你，等待着你。小林的眼前再次浮现出那座医院的走廊，那些阴影与迷离的灯光。病房的墙壁开始震动，传来一阵阵诡异的低语，仿佛无数的幽灵正在窃窃私语，等待着他的回应。小林佐藤真纪的声音依旧在他耳边回荡，你是否愿意成为我的替代者？就在小林意识逐渐模糊的瞬间，那个护士再次出现在他身边，脸色苍白，目光中充满了痛苦和警告。不要再犹豫了，俊一，他急切地说道，你必须选择逃脱，或者接受这份诅咒，但无论如何，你不能再让自己被卷入这个无尽的循环。小林的心脏剧烈跳动，他的脑袋像要裂开一般，脑海中充满了无数的声音与画面，
他的手开始颤抖，身上的冷汗已经湿透了衣服。他知道自己已经被困在这座医院的恐怖命运中，所有的选择都将导致同样的结局。无论他如何选择，死亡与诅咒将永远缠绕在他身上。就在他想要做出最后决定时，突然病房的门被猛地推开，外面的走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身影出现在门口，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小林，快走！那是他母亲的声音。小林愣住了，眼前的一切似乎突然变得模糊，他仿佛听到母亲的呼唤，仿佛看到了她那温暖的笑容。那一刻，他感到一阵强烈的希望与冲动。他知道，或许这就是最后一次，他能够逃脱。小林，别再犹豫，跟我走！母亲再次呼喊。他感到身体的一部分仿佛被拉扯着，朝着门外的光明奔去。然而，在他迈出步伐的那一瞬间，病房的墙壁骤然闭合，门猛地关上，所有的光芒消失，周围的空间再次变得漆黑一片。小林，你以为你能逃脱吗？佐藤真纪的声音变得更加尖锐、刺耳。这座医院，这个诅咒已经注定了你的一切，你不能离开，你不能逃避。小林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，他看着那扇关闭的门，突然明白，无论他如何挣扎，如何反抗，最终的结局始终是一样的。他已经陷入了一个永无休止的循环。病房的门再次关上，随着剧烈的碰撞声，空气中的压迫感更加沉重。小林俊一浑身颤抖，他的眼前一片漆黑，只有佐藤真纪那双空洞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着诡异的光芒。你已经没有退路了，俊一。佐藤真纪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这次不再是冷酷的陈述，而是带着某种淡淡的悲哀。他的身影依旧出现在病房门口，渐渐靠近，仿佛他的每一步都在逼近小林的灵魂。小林，你以为能逃脱吗？你以为你能从这一切中走出去？你和我一样，早已被命运所锁定。佐藤真纪的语气渐渐变得阴冷。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，结局始终不会改变。小林的心脏剧烈跳动，他的意识开始模糊，身体也变得越来越沉重。四周的黑暗仿佛吞噬了他的一切，病房的墙壁和天花板不断摇晃，似乎整个空间都在崩塌。每一次的剧烈震动都让他感到内心深处的恐惧被无限放大。小林，听着佐藤真纪的声音再次传来，带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。你知道吗？我死去时曾经挣扎过，想要逃离这个地方，但我无法逃脱。你和我一样，已经被这座医院的诅咒所牵制。他轻轻一笑，仿佛回忆起那些无声的痛苦。你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个命运，你以为自己是替代者，但实际上你不过是这座医院永恒轮回中的一个小小齿轮。小林试图反抗，挣扎着从病床上坐起，但他的身体仿佛被束缚住了，无法动弹。他想要呼喊，想要逃离这里，但他的声音被无形的屏障吞噬，完全无法发出。为什么？小林痛苦的低语，眼中满是无法言说的恐惧。为什么是我？我不过是一个普通人，为什么要承受这些恐怖？佐藤真纪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从怀里掏出一张古老的照片。照片已经泛黄，边缘破损，上面是一群穿着白衣的人，面容模糊，似乎在进行某种仪式。照片的中央正是年轻的佐藤真纪，他的眼神深邃，嘴角带着一丝神秘的微笑。你看，俊一，他低声说道，这就是我曾经的命运，我们都是这座医院的牺牲品，都被卷入了无尽的诅咒之中。你以为你能逃脱，但你不过是这个无止境循环中的又一部分。突然，小林的眼前闪过一阵亮光，照片上的人似乎开始动了起来，那些模糊的面孔逐渐变得清晰，表情扭曲、狰狞，像是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和折磨。他看到自己的身影也出现在其中，站在佐藤真纪旁边，穿着一身病服，眼神空洞，仿佛一个已然死去的灵魂。小林猛地后退，几乎是跌坐在床上，他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，眼前的一切让他无法再承受。他疯狂地摇头，想要摆脱这股强烈的幻觉，却怎么也摆脱不了。那些死去的灵魂，无论是佐藤真纪还是照片中的人，
都在注视着他，眼神中充满了无声的痛苦与哀求。这就是你的一生，俊一。佐藤真纪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充满了无情和讽刺。你以为你能选择自己的命运？你不过是被这座医院、这场诅咒所操控，无法逃离。每个人都是被选中的替代者，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起死亡的责任。小林的脑海中再次回荡起那些符号，那些在墙壁上闪烁的红光，以及那些无声的低语。整个病房的空气变得沉重，仿佛有一股黑暗的力量在将他吞噬。他感到自己仿佛被困在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，无法挣脱，无法逃脱。你知道吗？佐藤真纪的声音再度响起，这次带着一丝悲伤。我曾试图阻止这一切，但没有用。我不想再继续下去，我只希望能够解脱。可是他顿了顿，眼中闪过一丝苦涩。这座医院，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一个恶性循环，无法打破。你现在所面临的选择，是所有曾经走到这里的人的命运。你无法改变任何事。小林的心脏剧烈跳动，他的身体再次感到一种无力的沉重。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双手，指尖渐渐变得透明，仿佛被某种力量从内部侵蚀。每一根手指都在变得越来越虚无，越来越模糊。这是终点吗？他几乎是在自言自语。佐藤真纪轻轻笑了笑，步伐缓慢地走近他，伸手摸了摸他的肩膀。不，俊一，这只是新的开始。你以为你能逃脱，但你逃不了。你已经成为了这场无尽轮回中的一部分，你的存在将会被永远束缚在这座医院的阴影中。小林的心跳在一瞬间变得停滞，他猛地抬起头，试图挣脱这股沉重的黑暗，但他感到身体已不再属于自己。他的视线开始模糊，整个世界开始旋转，他的意识逐渐消散，仿佛整个灵魂都在被吸入黑洞，陷入无边的黑暗之中。就在他失去意识的那一刻，他听见佐藤真纪的声音再次在耳边响起。你终于明白了，俊一，你永远无法逃脱。